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徐凯周也易欧春双强复仇杀疯了，白切黑美人硬刚腹黑全程，越看越上头。说句实话，看到易欧春七夕放出的物料，我第一反应不是这对 CP 好磕，而是国产古装剧的编剧终于舍得让角色带脑子了。这要求不高吧？可你看看市面上那些女主人均傻白甜，男主不是冰块就是火山，智商常年不在线，全靠巧合和误会水个几十集。看到许凯演的沈润，一身官服，眼神里藏着800个心眼子；再看周也演的谢清源，端着药碗，温声细语间就把局给做了，我突然有种久违的痛快。这才是我想看的成年人爱情。素材里说，谢清源年少失去母亲，流落市井，这个起点太重要了。一个在底层摸爬滚打过的人，他对危险的嗅觉，对人性幽微处的洞察，是养在深闺里的大小姐这辈子都学不会的。所以他重回谢家，那副温和柔弱的样子，本身就是一层最完美的伪装。你以为他是需要被拯救的小白花？错了，他自己是执旗的人。素材里给他的定义是黑莲花，我倒是觉得，更准确地说，他是一个精明的复仇者。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异常清晰，那就是调查母亲当年的冤案，找出真凶。爱情，那是路上遇到的风景，不是终点。这就有意思了。你再看看沈润，徐凯这次演的也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好人，表面上玩世不恭，是个纨绔，可骨子里是从底层一路拼杀上来的狠人。素材里提到他家族遭遇横祸，被迫踏上流放之路，这种经历塑造的人，你指望他恋爱脑，指望他一见钟情？做梦！他最擅长的恐怕就是算计。在朝堂上跟人经闷博弈，在地方上查贪腐，他太清楚人性的贪婪和弱点了。这样一个男人，当他看到一个同样戴着面具的谢清源，他脑子里首先蹦出来的绝对不是这姑娘好美，而是他想干什么，他背后是谁，这才是关键。两个聪明人的相遇，最初的火花往往不是爱意，而是戒备。是试探，是过招，是彼此都想看穿对方底牌的那种博弈。素材里说，两人重逢后，彼此心存戒备，不断试探拉扯，关系介于敌人与盟友之间。看到这句描述，我心里就踏实了一半，总算没有那种人工糖精撒一地的桥段。一个在内宅搞宅斗，各种阴谋阳谋，化解家族危机；一个在朝堂搞权谋，整顿贪腐，跟老狐狸们斗法。两条线，一个在螺丝壳里做道场，一个在广阔天地里搅风云，但内核是完全一致的，那就是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向这个不公平的世界讨一个公道，跟那个操蛋的命运玩一场梭哈。这种对照，比什么一眼万年高级太多了。易欧春悄悄埋了一条童年线，这才是整部剧的宿命感来源。两个人在最落魄的时候相遇，一枚铜钱许下的约定是好好活下去。这不是什么青梅竹马的甜蜜，而是两个快要溺死的人，在彼此眼里看到了求生的那点光。这份羁绊比任何一见钟情都重。成年后的重逢，其实是在检验当初那个说要好好活下去的你，现在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是屈服了，还是依然在战斗？看到这里，我大概能理解为什么这剧只有30集。30集好，不注水，没时间给你整那些没用的工业糖精和来回拉扯的误会。编剧必须让每一场戏都有效，让每一次交锋都推进剧情，要么推进复仇线，要么刻画出两人关系的微妙变化。从宅斗的暗流到朝堂的惊雷，节奏绝对是掐着秒表在走。
也难怪幕后班底看着让人放心。导演潘安子拍过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，那部剧的镜头语言和叙事节奏放在古装剧里是相当考究的。他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滤镜和慢镜头，他擅长的是在细节里藏信息，在平静中营造紧张感。这恰好是易欧春最需要的。制作人高明谦还兼任艺术总监，这通常是品质控的保证，意味着服化道和画面不会成为槽点，反而会为剧集的质感加分。比如七夕物料里放出的宋代美学布景，那种淡雅与精致，不是靠堆砌色彩，而是靠质感取胜，就跟男女主的感情线一样，靠的是内劲，不是花架子。再说到演员，徐凯和周也这对组合选的确实有点意思，两人的脸都不是那种无害的长相。徐凯的眉眼天然带着一点锐利和疏离感，演起这种心思深沉的权臣，只要他不故意耍帅，那种城府和算计就很容易出来。周也的眼神清冷里带着倔强，他演黑莲花，演那种外柔内刚，手起刀落的劲，说服力很强。你想象一下，他端着茶，笑着对你说些体己话，但眼神里却毫无温度，那个画面是不是比直接放狠话可怕多了？再加上傅大龙、苗圃这些戏骨在旁拖着，演技层面基本不用担心会拉胯。当然，基于原著改编，有 IP 基础是好事也是压力。书粉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谢清源和沈润，剧版能不能还原那种强强对峙的张力，是成败的关键。从目前放出的物料来看，方向是对的。他没有讨好那些只想看甜宠的观众，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冒险但也更有嚼头的路，讲两个独立、强大、有着各自伤疤和目标的灵魂，如何从互相试探到互相理解，最后并肩作战。我甚至觉得这剧的野心不止于讲好一个爱情故事，它更像是在探讨一种亲密关系的新可能，不是谁保护谁，谁拯救谁，而是两个完整的、强势的个体能否结成同盟。谢清源和沈润，他们既是彼此的软肋，也是对方最锋利的武器。这种关系不是依附，是背靠背的信任，是势均力敌的欣赏，这才是真的上头。当然，现在说这些都是根据物料做的推测。网传9月上线，爱奇艺和优酷双平台已经可以预约了。悬念还是有的，剧本改编能不能撑住，导演的节奏能不能从头稳到尾，这些都需要正片来检验。但至少，它让我这个对古偶快失去耐心的人重新燃起了期待。在这个充斥着傻白甜和霸总的世界里，终于有人要来讲讲两个高智商的狠人是怎么谈恋爱的了。光是这一点就值得我提前预约，等着开播。